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加拿大的城市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老房子特别多，大概是因为加拿大的木材品质好，气候又稳定，大多数老房子的状况都能保持得很不错。但是数十年前的空间规划，时常不能满足现代家庭的生活需求。浴室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。以2023年最新交屋的建案来说，每3间卧房至少要设计2套卫浴，但是如果是在2000年之前交屋的房子，每3间卧房常常只有设计1间浴室。您的家中是不是也缺了1到2间的浴室呢？这一篇小李哥就来借着这一次的实际案例，和大家分享如何从无到有新建1间浴室，以及在浴室的工程中一些重要的小知识。影片开始前，小李哥先个人工商一下。如果您住在大温地区，房屋需要翻新、装修，或是油漆、木地板、水工、电工的专业服务，请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浴室的基础工程就是隔间、水路、电路、排风及防水。基础工程做好，浴室才能好用耐用。浴室90%的功能在做基础的时候就决定了。我们退1万步来比喻，一间浴室只要不漏水，排风排水都能正常，哪怕后面的施工细节、建材的档次比较平价，至少还能正常使用。但反过来说，就算浴室装了黄金的马桶、翡翠的台面，只要一旦漏水、堵水或是受潮发霉，都得要打掉重做。小李哥这样极端的比喻，请您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装修的面子工程不重要，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真正的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。能做好看不到的地方，才能真正的看出师傅的专业以及良心。在这一次的案例中，房子的格局在2楼是4卧2浴，屋主决定在其中的1间阁楼卧房增加1套完整的卫浴，成为独立的套房。因为阁楼的空间相对宽裕，所以这一次的隔间主要考虑的重点是以功能性为主。除了要隔出浴室之外，还要为新的卧室重新设计衣橱。这里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下，加拿大比较流行的是闭式衣橱，就是直接把衣橱设计在隔间里。这样设计的优点就是卧房不用再放个柜子，可以直接拎包入住。缺点就是少了一些灵活性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设计空间的时候，除了要考虑马桶、淋浴、洗手台的位置之外，还要事先想好床和床头柜的位置。浴室的结构没有太多特别的讲究，它和其他的室内墙都一样，只要注意立柱的间距在16寸以内，确保强度足够就好。这一次浴室的空间够大，所以我们可以安装一般的室内门。但是如果您要进一步的节省空间，可以安装隐藏式的推拉门，把门收在墙内。另外，小李哥不建议浴室安装开放式的推拉门。这种门呢，除了不能上锁，最大的问题是密封性不足，挡不住厕所里的味道以及潮气。以设计的难度来说，冷热进水管比排水管要简单一些，毕竟进水管内的水有加压，可以自己流动，只要管子拉得到，水就可以送得到。不过也就是因为进水管有压力，一旦漏水也会比排水管严重很多，所以在施工上要十分细心。在通水之前，每一个接头都要再三的检查。浴室的排水和厨房不同，必须设计地排，
还要连接3寸的主排水管。最近有一个新的施工方法，可以不用做地排主管，这样虽然可以让一些在地下室的浴室工程难度小一些，但是这样做水路的设计比较复杂，还要额外的增加电机，除非万不得已，这种方法小李哥并不十分建议。如果对这种施工方法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下方的留言问我哦。这一次的浴室在车库的上方，主排水管要横向的连接到房屋的主管。排水管的流水是靠地心引力，由高到低的排水坡度，才能让横向的排水顺畅，避免水管堵塞。这一点十分重要，请您在监督工程品质的时候，务必再三确认。淋浴底座、淋浴阀的安装也是属于基础工程，这里我就不介绍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我之前的影片哦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加拿大 Building Code 规定，每一个排风管都要有独立的出口，也就是说，每一间的浴室都要有独立的排风道，浴室、厨房和烘衣机的管道也都不能共用，所以也不要再找什么蝴蝶阀了，这种零件在加拿大是不能用的。浴室的排风主要是为了排湿气和排臭气，浴室的排风管在法规上允许可以利用 Soffit 排气。如果你天花板的隔层的空间足够的话，建议您使用4寸的排风管。大口径的排风管可以让排气更顺畅。在排风扇的选择上，小李哥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安装直流排风扇。虽然材料的价格贵一点点，但是既省电又静音，排风的效率又高，十分划算超值。浴室也不要忘了规划供暖系统。这次因为原来的阁楼卧房只有一个暖气的出风口，而且在管道的末端供暖有点不足，所以我们除了增加一个排风口之外，还加装了独立的 baseboard heater， 确保冬季的供暖充足。在电路的方面，浴室洗手台的电插座，因为在水源附近，所以一定要使用安全插座，防止漏电和短路。另外，小李哥习惯在马桶的后方也安装一组安全插座，这样可以预留未来装免治马桶座的电源。浴室的灯光除了洗手台的近前灯之外，这次我们还在淋浴区的上方安装了砍入式照明，让浴室的光线充足，这样使用起来也会更安全。加拿大的浴室和亚洲国家的浴室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全干湿分离的设计。简单的说，在加拿大的浴室中，除了浴缸和淋浴区，其他的地板是没有做防水的，千万不可以积水。特别提醒一下刚到加拿大的朋友，在浴室千万不可以冲水洗地，有水溅到地面上也要尽快的擦干，否则不管您是地砖还是防水地板，都有可能漏水到楼下去。这样的干湿分离设计，主要是因为木结构不容易做防水，而且效果并不耐久。木结构的房子容易因为气候和地质的等等因素发生弹性形变，好不容易做好的防水，可能因为房子的形变而产生裂缝，所以安装浴缸或是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才是最保险耐久的防水做法。小李哥在之前的节目中也呼吁过很多次，木结构的房子最好不要安装水泥瓷砖底座，看起来很坚固的水泥，在木结构中反而十分容易破裂漏水。关于浴室的基础，小李哥就先说到这边，下一话我们再来聊聊淋浴房的设计哦。